这个泥石跟以前它的弹道飞弹最大的差别，以前的通通都是液态的这个燃料，那现在这个是固态的。固态跟液态最大的差别，也就是固态，只要它完成举升之后，它立刻可以发射。它直接打到以色列的时候，它的速度其实会让以色列现在所有的，无论是爱国者萨德或者剑士2、剑士3，完全没有办法反击。而且它再配上，也就是见证者136的这个无人机，这一种攻击模式，其实会造成这个战斗系统的饱和啊。今天在中东局势，我们要赶快来聚焦。现在伊朗炸了荷姆兹海峡这边之外，现在会出动亮相的2款新武器。今天会带观众朋友特别来看到，包括了泥石飞弹，还有这一款是 AI 的水下无人机，全部都要上战场吗？接下来也会关心到是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部分，美军现在希望组成一个7国联军一起去守护荷姆兹海峡，但是盟友现在都躲着不动作，等于是美军自己要孤军护航吗？川普还拿川习会来做威胁，中国、中俄是否也卷进了这一场战争的火药库？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要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是这个伊朗革命卫队15日发动了新一轮54轮的真实承诺4的一个行动。首度就是动用到了泥石这一款中程弹道飞弹，打击的目标包括击中了以色列和特拉维夫多个城市。当然，现在以色列它的这些整体里面的死伤资讯是完全封锁住的，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真正得知。但是确定的是有击中这几个地点。这一款泥石飞弹，因为是首度亮相，也稍微带观众朋友来了解它的小档案，包括它是固体的燃料飞弹，射程落在2000到2500公里，可以做随时的机动发射，准备时间相当的短。那么刚刚特别提到，就是击中了以色列的要害。再来看到第2款，同样也是首次亮相的，就是它的电动水下无人机了。这个是阿兹达尔，搭配 AI 作战，最关键的地方是它是做锂电池无声的，可以在水下潜伏最长时间达到4天。作战的范围超过了200公里，现在被解读会被美军视为是它在荷姆兹海峡的一个新噩梦。这2款武器应对到了来自于伊朗的威胁，来看到美国方面也有所动作了，派出了是从这个海军陆战队大约是2500名的士兵之外，还包括派出他的这个两栖攻击舰，这个是迪黎波里号前往中东地区。另一方面，现在呢，川普也拉拢他的盟友们，总共是6国的盟友，包括了中国、法国、日本、南韩、英国，要求他们派自己的军舰来护航荷姆兹海峡。而目前为止，只有日本一国是稍微有回应，说这个态度是审慎来做考虑，其他国家几乎是默不作声，或者是说不愿意加入啊。再来，川普威胁的对象还有北约国家。他说，如果北约你接下来不协助我们来保护荷姆兹海峡的通畅的话，将会非常糟糕。并且呢，他也说了，原定我要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的这个峰会，现在碰到这种状况是可能延后的。伊朗革命卫队则是发出了最新声明，美军有种就把你的军舰开过来吧。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伊朗的这2款武器，刚刚讲的泥石弹道飞弹，还有这个 AI 的水下无人机阿兹达尔，战力有多强？美军能守住这个荷姆兹海峡，那么避免成为海上噩梦吗？吕舰长怎么看？这个泥石跟以前它的弹道飞弹最大的差别啊，也就是这么长的一个射程，可以远达2000到2500公里，但是呢，以前的通通都是液态的这个燃料，那现在这个是固态的。固态跟液态最大的差别，也就是固态只要它完成举升之后，它立刻可以发射。那液态的话，它要先加注燃料。那加注燃料其实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啊。那而且呢，它这个燃料车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那如果我们来看啊，这里面没有一款飞弹是泥石啊，那也就是我们是做出比较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以前的，例如说距离比较短的，那它的这一个多半都是固态的。那液态的话呢，我们感觉起来它的射程比较远。可是呢，实际上来讲，它的缺点我刚刚已经提到了。那这一个距离，我们讲到说，其实它到以色列啊，它要攻击以色列的话，其实它并不需要
这么长的一个射程，那它为什么还要用这个2000到2500公里的射程？最主要的，也就是它要那个速度，也就是当我的这一个弹道飞弹呢，我的弹道的那个塑造越高的话，那其实它返回的速度越快。那也就是像我们刚刚拿的这一张啊，也就是当那个它直接打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它的速度其实会让以色列现在所有的，无论是爱国者萨德或者剑士2、剑士3，完全没有办法反击。而且它再配上我们讲到这一种也就是见证者136的这个无人机，其实这就进行一个饱和作战的话，那其实就是这种攻击模式，其实会造成这个战斗系统的饱和啊。那另外我们讲到说这个阿兹塔尔的这个电动水下无人机，那我们现在还不确定说它是真的是攻击，还是它只是现在拿出照片来做一下这一个进行认知作战，让大家觉得害怕。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说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一个型别来讲的话，现在大家都拿 AI 来说事啊，对，大家都说 AI 怎么样，可是 AI 它需要学习，那它需要蒸馏，那它才知道这种攻击模式是什么。那如果我们来对比啊，说之前这个在泰国的货轮被打到的这个状况，因为它有比较清楚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尾部的照片，它在水线之上，可见它不是被这一个水下无人机打到，因为如果是水下无人机命中的话，它的洞就在水下啊。那而且呢，那为什么会打到这个位置？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啊，这个流体力学来讲，它到达这一个车叶这个部分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上扬的部分，那是因为车叶的旋转造成的一个吸力啊，所以它会直接撞上这个。那它撞上车叶或者是舵轮的话，实际上来讲也瘫痪了它的可能性。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这个阿兹塔尔，那当然我们对于伊朗啊，不能够太为小看它，因为其实它的大学或者是它的研究机构，而且凭借着它被这个经济封锁这么多年了，它还可以有现在的这种打法，平均一天发动3次的攻击啊。那如果这个的话，那它必须，如果我们讲说一个水下无人机，它要能够成功的攻击，除非是它在空中有这一个无人机的配合，不然的话，它就要有非常完整的，无论是在声学或者是有关于说这个船只通过的压力的特征，或者是我们讲到说这一个有关于这一种部分的除了压力还有磁性之外啊，我们来看这个是去年啊93阅兵的时候，解放军所展现它的一个囊夹式的一个水雷，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头上面啊有非常多的这一个征收的装置。那我们如果说按照它的构型来做分类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白色是一组，黄色是一组，红色是一组，也就符合我刚刚讲的有关于声纹或者磁性还有压力的部分。但是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霍姆兹海峡那是不是能够掌握？其实跟海流有关啊，你要放什么水雷都跟海流有关。为什么之前放水雷都不会跑到印度洋去？因为它这外面是有涡流的，也就是它绝对都会被挡住在这个里面。所以任何一个沿岸国家要使用水雷或者是水下无人载具的话，必须要对于水文或者是你的对手的声纹、压力、磁性要有一定的了解。好，面对美国现在面对伊朗的这一场长期消耗战还包括了水雷战，甚至伊朗寄出的各种的黑科技武器。那美国方面呢？美国最近找上了这个说要组成的6国联军，一起来守护荷姆斯海峡。结果北约对他冷眼，那日本还稍微说，我会考虑一下这样子。那为什么这一群盟友现在只能旁观吗？这是第一个问题，请教委员。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军派的这个迪黎波里号，它的战力到底为什么急派从日本派过来？委员怎么看？
我先说明一下伊朗的武器哈。尼什这一款弹道飞弹不是新的东西，是2008年就试射，2009年就服役，只是他没有拿到战场上来秀而已哦，差别在这里哈。它没有特别先进。我们知道现在战争最大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防御的东西精准度要非常高，比如说你要打下一个尼什导弹，你的蓝翼的飞弹必须准到分秒不差。但是攻击的导弹，它的攻杀范围就非常的大。反正我打不到你左边，爆炸范围影响到你右边就可以了。所以攻击的武器容易做，拦截武器不好做。所以拦截的武器成本非常高，攻击的武器成本非常低，相对而言，所以变成说我的攻击的武器量够的话，那你拦截的武器基本上效果不会太好。那这句话供那个台湾之盾做参考。是有这么一个特色在。那这个从战略来讲哦，你要这样看哈。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维持一个霸权，它靠什么？当然你说啊，飞机啊、军舰啊很厉害啊等等的，这我们不否认。但是主要是它在3个地缘政治上都它控制住了。第一个就是荷姆斯海峡，第二个就马六甲海峡，第3个就是巴拿马运河。如果这3个重要的战略支柱有任何一个被其他人所控制，美国的整个战略布局，在全世界战略布局就崩溃了。那荷姆斯海峡现在就其他国家来讲，它是冷眼旁观，因为他们无能为力，还在看美国有些什么战略布局或者战术活动。对美国来讲，他现在派海军陆战队干什么？就表示他有期待要占领荷姆斯海峡上面的所有的小岛。但这是不是长久之计？我个人看法，光这样占领是不够的啊，所以其他国家会觉得，你就派这一点军力，你能干嘛？我去护航，不是被打趴吗？因为在这种地方哦，防守的成本高，攻击的成本低，防守的基本上来讲的话，你风险高，攻击的风险低。就刚才我讲那个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色。那你任何一个国家，不管谁要帮忙，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哪个人帮忙？你也要面对同样情形啊，风险成本高，而且效率可能很低，而对手呢不风险低，成本低，你那个你使这样2008年出来的那个技术水平，基本上成本不高。那你那个什么水下无人机，那其实就水下鱼雷啦，那个程度不能跟93大阅兵中国大陆拿出来那个来比，那差太远了啊。所以当然我们也讲过他很厉害很厉害，可是还好啦，因为这荷姆斯海峡哈还好啦哈。那所以你其他国家为什么我去你这种战术，我一看就挨打的局面，我干嘛去啊？哦，这是第一个现实问题，我的成本高，风险高。第二个问题在说，你这个战术要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在荷姆斯海峡跟他对垒根本不是办法，你要怎么样？要把战争的重心摆到德黑兰去，你才有赢的机会。这个很简单的战略道理，我都看得出来，其他人看不出来嘛？什么意思？你想想看，当时南斯拉夫为什么会妥协、让步、投降？就是你轰炸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轰炸几天？78天。那你利比亚为什么格达费会下台？利比亚的军队会撤出，因为你轰炸利比亚的首都迪利波利，轰炸多少？272天。因为你轰炸他的首都核心，其他的反对力量的军事力量才能集结嘛。你今天不是啊？你今天跑到外围跟他们这舞文弄墨，怎么在跳舞啊？所以这种战略本身就是会输的。那你说美国有没有能力轰炸这个德黑兰？那 piece of cake， 但是政治的限制让美国做不到，这是美国的问题。就是说，美国会很多人问讲啊，你为什么轰炸德黑兰呢？啊，你为什么呢？好，所以川普一启动这个战争就没有想好，他本来是想要捡便宜，就是我把你哈米尼炸掉了，革命卫队领导炸掉，国防军就会起来政变。哪知道他一直呼吁国防军接管政府，国防军不敢。为什么？你就凭这样一次轰炸就能够使革命卫队退收？那是不可能的。他的规划者从来没有去想过，比那个利比亚的能力比德黑海还差他都轰炸272天啊。那你贝尔
格兰都还轰炸78天呢，那你德黑兰这样怎么可能？所以要让伊朗从荷姆斯海峡撤退，必须要对整个伊朗进行空前未有的大轰炸。那如果你美国做不到这一点，那你政治上的限制，让你不能做。他其实不是军事能力绝对做得到，他只是现在政治上不可能让他做到。那做到的点就是说，让伊朗到达了什么？这个所谓斩杀线。伊朗的经济、财政，还有他革命卫队的实力，在什么样轰炸条件底下会掉到斩杀线以下？那你这个时候伊朗才可能从荷姆斯海峡退。所以你没有这个条件，只是要去荷姆斯海峡做一种防卫作战，那稳输的，那稳输我干嘛跟你赌呢？那如果你看他稳赢了，我跟你讲争先恐后啊。好，现在美国基于政治的原因，在没有办法直接轰炸德黑兰本身哦，那变成骑虎难下。现在伊朗看在眼里，则是持续的对美国挑衅，就说你有种就把你的军舰开过来吧，还说呢我背后还有中俄可以做帮忙。杨老师又怎么看？我们在过去的战争或者是安全议题上有一个法则，它叫做不对称法则。那也就我们通常讲的不对称战争。可这个不对称不是单纯的只是强弱之差哈。如果弱到你实在是根本不可能去做任何局势的影响，你基本上只是弱而已，而不会构成任何不对称能够去扳倒就是强弱之差，然后呢有胜出的机会。一定要有胜出的机会，你才会有不对称法则的这种就是运用。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可能是在强方，因为强方它拥有的这个就是条件呢，可能本身内部有它这个问题，所以它没有那么强，它看起来很强，但没有那么强，它怕的这个损失，它怕的代价，它怕的成本，会造成它自己本身行动的限制，所以它这里面会出现不对称法则。现在在伊朗跟美国的战争当中就有不对称法则。第一个在地缘上。那刚才蔡委员讲了，这个高山的，你要去打地面战争其实有它的困难。那同时，它又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大国，人口将近1亿，然后60%的人是波斯人。那第二个不对称，它是军事上的不对称。美国不是很强吗？在这里，但是美国能够把所有的武器都搬到这里来吗？那最重要是。弹道飞弹跟无人机的确到目前为止，美国、以色列也招架得很辛苦。这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第3个不对称，那就是能源。能源不只是荷姆兹海峡的这个关闭能源更是就是伊朗跟海湾地区国家的这些炼油跟输出的设施。所以你看，川普打了半天打哈尔科岛，他不敢去打那个炼油设施，为什么？你打他，他打你，他打。沙烏地阿拉伯、巴林的这些炼油设施，那荷姆兹海峡也不重要，因为没有油可以运出去了。所以，如果你一旦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地面部队或者是轰炸行为，可能这个炼油在这种不对称的情况之下，就变成一个代价，而这个代价可能大概不是美国或者是世界愿意付的。中东的战火现在升级，因为呢，我们来看到伊朗的方面，新领袖现在要开始展开正式的复仇战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波湾国家现在也陷入在震荡里面，会不会沦为全新的下一个战场呢？再来会看到中俄在这当中是否有暗中布局，来帮助伊朗改写整场的战局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刚刚提到了，其实呢，哈米尼被斩首之后，最新接任的就是哈米尼的次子了。这位是穆吉塔巴，他也正式宣告了说，现在复仇的行动才正要开始。他是56岁的穆吉塔巴。那我们来看到这位是前美国的外交官，同时呢，他也长期研究有关于伊朗的问题。他是这样子评论的，他说呢，穆吉塔巴比他的父亲更糟，而且要更强硬，是
这个接下来革命卫队的首选的候选人，所以他就会有非常大的仇要报。会要报仇的原因，也是因为穆吉塔巴家族中有4名的至亲都在这一场美以的轰炸当中丧生了，包括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以及他的1名儿子哦。CNN 是这样子来描述的，他说穆吉塔巴本人也在战火中受伤了，是引述了来自于伊朗媒体的报道。但是呢，美国智库又在多家的解释，他说呢，穆吉塔巴现在整个人是躲起来的。以色列时报则是持续的说呢，其实从战争爆发以来，就再也没有看到穆吉塔巴了，这是来自于西方的说法，但是未经过任何来自于这个各方的证实。伊朗方面现在又做了哪一些动作呢？虽然看不到穆吉塔巴，但是它的持续的轰炸绝对是持续的。最新命令对美军基地跟以色列发动的第一波报复性的攻击，锁定的就是中东地区的美军据点以及以色列北部多处的军事设施都被炸了，这是针对于美以的攻击。等一下我们会持续的关心呢。同样的战火已经波及到了波斯湾地区的国家，有一些哪些地方遇袭？等一下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关心。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是来自于西方媒体做的评论，说穆吉塔巴已经逃亡了，这是事实还是西方刻意放出来的一个心理战呢？强硬派的穆吉塔巴接下来接任所谓的新领袖，是否要美国跟以色列血债血还？战争是否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干哥又怎么看？好，穆吉塔巴他被选为继承人啊，说句实在话，跌破了所有西方对于伊斯兰的认知跟他们的那个什么，就说多年的研究心得，因为他就是世袭继承，而不仅仅是什叶派的神权会议，他们是不太希望世袭的，连哈米尼本身他都不赞成。他说我的儿子，我的后代，当时他在世的时候讲的话，不仅仅是说穆吉塔巴他这个二儿子，他还有其他的儿子在世的时候，他也不认为他是要接班啊，交棒给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说我们最痛恨的就是巴勒维国王的世袭啊，他是世袭他的父亲，甚至他还要把他的皇位，然后在这个继位给他的儿子瑞莎，瑞莎现在是在这个国外流亡，所以他说我们是绝对不会赞成的。可是现在你要知道，国家处于非常时期的时候，为什么由88名高阶这个神权教士所组成的专家会议，终于确定还是由穆吉塔巴来出任？那就代表着一个意义，什么意义？在国家这么动荡危急之际，我们需要有一位具有领导分量的人出来。因为其实坦白讲一句，以穆吉塔巴他今年才56岁，太年轻了。其实，在这么高阶的神权的教士面前，他的火候是不够。当然，他是在就是在他父亲的那个以前的庇荫之下，他也是作为一位神权的老师啊，他也是专门在教授伊斯兰教，专门在教授可兰经，他所教授的教义，甚至会号称说比我们其他阿拉伯世界所教授的教义要更加的深奥，更加的精髓啊！所以他其实在神权方面，他的这个血统是不会容置疑的。然后他的家世又是哈米尼的儿子，亲生儿子，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推举出来一个能够马上能够号令天下，能够让大家觉得说他是够分量的。虽然我刚才所讲的一些不利于他的因素，可是后来在专家会议里面还是被排除了。你知道这88位这个这些神权高阶教士里面，一个96岁的，一个是99岁的，这2位真的是就是说他们是最具分量的。他说那就是穆吉塔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家现在需要一个这么有分量的领导人，所以他们共同投票选出了穆吉塔巴作为新的领导人。可是现在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听说他在战争之中也受伤了，我觉得这是很可信的。也就是说，那个《华尔街日报》等等，他们认为说他不太可能在美军跟以色列联合攻击之中安然而退，对不对？你看，父亲哈米尼被炸死，母亲也被炸死，然后呢，他还有一个自己本身就是穆吉塔巴自己本身有一个女儿，甚至后来传出还有另外一个儿子，也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也死。这个儿子不是年纪不轻哦，
已经20多岁了，快30岁了，也就是说他等于是哈米尼的第3代了。就照这样讲的话，究竟是4个亲属在战火之中死亡，还是8个人？因为有另外的媒体就是说，伊朗自己本身的媒体说有8个人死亡。那这个因为没有办法核实，我们只知道说，在空袭行动当中，穆吉塔巴他要全身而退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他受伤的情况怎么样？说一句实在，我也是认为说他可能受到了轻伤，而没有危及生命，否则他就可以继续的站出来发号施令。当然，也有一些媒体在帮他缓颊，他说他现在只想活下去。我认为啊，穆吉塔巴本身啊，他虽然是比较年轻的领袖，可是他如果仍然受到原来的伊斯兰的原教义派的熏陶的话，他是不是会对美国跟以色列采取一样强硬的路线？但是强硬的本钱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新一代的领导人他会去估量，应该不会想象的像这个报道中说的那么的铁板一块。不过我是觉得他要赶快确定，赶快决定他要怎么样现身，不然伊朗会遭受到更大的袭击，然后他也会对海湾周边的国家产生更大的危害。如果连沙烏地阿拉伯说你再打我，我就会反击了。如果沙烏地阿拉伯也被卷入的话，那这件事情就更加复杂。我希望那个穆吉塔巴赶快出来讲出一些有力的话，可以安定一下整个周边的局势。好，对，目前为止，穆吉塔巴的人，其实在这一场美以战争发生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了，所以才会有一些外界的评论也说，这是不是西方的媒体在做的一些心战？就是说，其实穆吉塔巴本人到底有没有受伤，跟他现在是不是在逃亡等等，是不是西方的媒体在做心战？这个都还要进一步再做了解。但是呢，现在看到整体的这个战场已经不是止于美以之间的攻击了，现在已经波及到整个波湾国家去了。当时在7号的这一天的时候，伊朗的总统裴泽斯基安他才在7日说了，伊朗不会攻击波湾国家，并且对之前的行动攻击都表示歉意。但是5个小时之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立刻打脸总统说的这些话是错误的讯息，伊朗方面会持续的轰炸，并且我们会正式的开启圣战。那确实就可以看到9号这一天，在波湾国家被通报了有很多地方遇袭。好，我们来看到这当中包括有这个无人机飞到了沙烏地下巴油田被拦截，然后波斯湾的石油设施也被轰炸，巴林的海水淡化厂遭到攻击。这个海水淡化厂其实提供数百万人供水的，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再来就是沙烏地的住宅遭到军事物体给击中，还有人死亡。巴林夜间遭到无人机攻击，32人受伤。再来就是阿联酋了，工业区爆炸，卡达的首都也有多起爆炸，美国驻在利雅得的大使馆遭无人机攻击，还有科威特的高楼都冒烟。以媒也在这边做了披露，说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已经针对伊朗展开了回击发动的是首次的报复攻击，目标是他们的海水淡化厂。现在看起来，难道伊朗已经正式的对波湾国家开战了吗？那这些国家又会不会反击？大使又怎么看？第一个我认为不会开战啊。第二个呢，波湾更不敢反击。因为这个虽然说以色列总统伊朗的总统有这样说，革命卫队反驳啊。我想就是说，革命卫队的想法就是说，你不能说绝对你不会打，如果误击也不要道歉，就是这样。那打不打呢？除非绝对必要的时候才会打，要不然是不会打的。因为什么？他目标不是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到目前这些零星的报道啊，我看真真假假了啊。那伊朗的战略非常清楚，就是打在这个波湾国家的美军基地跟设施，就是这样。那其他我认为都是误击。对，为什么呢？因为波湾国家不会站在美国跟以色列这一边的，他们非常的脆弱，他们都是一群超级富豪在主导这个国家。他没有战斗意志的，也没有战力的，对不对？他只是说不要站到美国那边就好了。伊朗打这些国家的就是要警告你们不要站到美国那个地方。所以他一开始他们都讲我不让你用我的基地从这个地方去打伊朗，我都反对，包括沙烏地阿拉伯。我认为到现在也是如此。
那他连美国用他的基地去打伊朗，他都不允许了，他会自己去打吗？不太可能。为什么他会采取这个立场？因为他太脆弱了。我告诉你，他们这些国家啊，虽然啊没有什么重点，可是到处都是什么呀？未爆弹。你只要打一个，你打一个飞弹，你打到他的那个储油槽，乒铃乓啷，一切都没有了。他现在储油槽通通是满的，卖不出去，通通是满的。储油设备是一个目标，打起来的话，真的就好，真的就那每一槽油都是他的现金啊！哦，那另外还有什么？就是你的油田，油田被炸的时候，我告诉你，搞不好半年都灭不了。那个大火可是恐怖啊！这些国家是怎么样？看起来平常很风光，我说这波安很风光，其实他们泡着汽油桶睡觉。汽油桶随时爆炸，他们什么都没了。所以呢，他们不敢再在美国这边，而且我觉得他们在背后是不然在美国拉美国的一个力量。对，所以伊朗只是威吓他、恐吓他，不会真正动手。真正动手就是已经要什么？就是说已经是同归于尽的那个阶段。现在伊朗还不需要，不需要同归于尽。那所以现在美国事实上在打伊朗的所有的军力都是从2个地方出来的。一个是美国自己的什么？美国自己的航母战斗群在发动攻击，另外就是以色列去发动攻击。最近川普也讲了好多次 ，B1、B2 都出来了。B1、B2 通常都是从哪里？都是从美国本土出来的。这个飞机可以飞1万多公里的。那再加个空中加油，对不对？它够了，它也不需要海外基地。为什么美国会有这种轰炸机呢？他就是要说，我没有海外基地，我也打得到你。像今天这 B1、B2 就发生功能了，我也不要海外基地，我从我的 Colorado 这个空军基地飞起来以后，了不起，中间空中加油，我一趟就回来了，炸弹就炸得你叫你受不了。所以美国现在是怎么讲呢？他也不需要，他也知道你们这些中东国家。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川普昨天开了一个记者会，只有一个讯息。战争很快会结束，不是战场打不过是油价他没办法忍受油价已经冲到114了，拼命下，最高140下来了。那他一讲了以后，油价就下来了。他说今天晚上10点半他还要再讲一次，下午5点半嘛，还要在 Florida 还有一个记者会。那就是因为美国跟我东部时间跟我们倒反嘛，我明天早上就会知道他要讲什么。各位一句话，川普打不下去了。那他的女婿跟他的这个魏科夫，哇，他的大将要去跟内塔雅胡，为什么内塔雅胡犯了一个机会？他们要去跟他算账，讲好了不要打伊朗的石油设施，你去炸他的储油厂是什么意思？你要把我美国拖下去吗？对不对？去警告以色列，你打还是要照我的利益打。以色列反正搞成就搞得他一打伊朗的这个油设施，伊朗就去打中东的油设施，以色列又不产油，也没有油，他怕什么？他就把世界搞乱。美国不行啊，川普要选举美国不要把全世界都去怪他，你把他搞成这样，欧洲的这个各国领袖已经在跟川普打电话，赶快停一下吧，不要再这样搞了，对不对？你搞得我们大家经济崩溃。所以川普昨天记者会说，我跟普丁已经通过电话。然后呢，在前一次记者会，记者问他说：“是他那个他现在能够点名都是他的朋友。”结果那个记者问他说：“听说俄罗斯已经提供这种卫星情报给伊朗在跟美国对抗。”川普当场翻脸，他说：“我觉得你过去是我的朋友，你过去很聪明，你今天问这个问题简直是愚蠢之至，怎么会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呢？”所以他最怕，他现在一切靠谁他靠普丁他要普丁去跟伊朗去帮他打交道了。现在已经在我认为已经在求和了啦。好，这个是美国方面这个川普的态度，川普想停战，但是接下来也要看伊朗
愿不愿意停战，还有以色列愿不愿意停战。那同样时刻呢，我们就看到这场战争持续的进行当中的时候，中俄是否也加入了在这一场战争的角力当中呢？我们先来看到中国大陆的部分哦，解放军海军的辽望1号传出现在部署在阿曼湾国际水域来监督美以伊的冲突。那这艘船呢，又被叫做海上天眼，排水量带观众朋友稍微看一下，3万吨，能够在6000公里范围内追踪飞弹、卫星跟军事的活动。那目前就是如刚刚说的，部署在阿曼湾。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普丁也是力挺伊朗的新政权到底，说是伊朗最坚实的盟友。外媒也披露了俄罗斯方面持续的提供情报，有关于美军在中东的情报给伊朗。那这当中包括了军舰跟军机等等。尚志哥怎么看？这2个国家是否有帮忙伊朗？纽约时报有个报道，在此前就是说，他认为就是包括俄罗斯跟中国，还有他也点名朝鲜跟伊朗的关系很好，可是为什么这一波除了谴责都没有具体的动作？但是真的没有嘛？其实就像刚刚前面大使所提到的，这次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是伊朗怎么打那么准啊？你说在过去的12日战争当中，伊朗就是五煞杀，但是这一次只要一打完，特别是其他波湾国家的美军基地，打完不久马上公布卫星照片。那这些卫星照片你搞不清楚伊朗的，但伊朗当然有他们自己的所谓的间谍卫星在，可强到这个地步吗？我们知道这些卫星现在不只是事后拍照啊，它也可能在这种体系化作战里头指点去做精准的打击。这次伊朗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30轮的这个攻击当中打得太准了，准到其实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看一下这次打多准哈。所以我们看俄罗斯长期以来是伊朗在整个军事发展过程当中，他们的军事结构采用俄罗斯的东西是比较多的。可你说中国呢？大家一般不太讨论在这一次里头中国的角色，但我们来盘点一下。首先，中国从义乌开到德黑兰的中伊铁路，在去年2025年的5月正式开通。到目前为止没有听到中伊铁路被炸掉，也就是每天其实中国到伊朗的德黑兰的源源不绝透过铁路运输，可是在运了些什么我们也搞不清楚。对，这个是很通畅，我认为是很重要。除此之外，在2021年的时候，中国跟伊朗他们签订了一个长达4000亿美金的25年的这个战略合作。那外媒欧美当说啊，好像每年并没有真正交易些什么，可是你知道吗？伊朗没公布啊，中国也没公布，你哪知道人家真正做些什么？以及最近也有人认为，除了俄罗斯的卫星之外，是不是包括中国大陆的民用，尤其是吉林1号的农业卫星？最近大家讨论很多，因为目前来讲，它的高精度的东西可能不是俄罗斯的卫星能够提供的。吉林卫星它现在虽然才有100多颗，可是它每天在全世界地球任何一个地方，它可以拍35次。到40次，所以而且它民用商业都可以买卖，所以中国到底对伊朗有什么样？可能不是在战事上给你武器、给你无人机、给你弹药，但是这些恰好就是伊朗非常需要，而且它这次看起来打美国打得这么漂亮，打得这么精准，这些听起来好像刚好得是最大的关键。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其实简单讲，首先伊朗这一次打破了我们对于以色列跟美军的这种单向情报霸权，伊朗也很厉害啊，没有输。第二个，重塑了这个战争的打法，比如说打美军基地。过去我们总会思考打美军基地，现在都觉得现在中国大陆打日本、韩国、菲律宾美军基地，好像马上就可以打了，不是吗？所以第三个部分还是包括相互感染的影响，包括现在普京现在在炸基辅的部分也越来越狠。以前不会碰，包括泽连斯基的这个办公室，现在全部在打了。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在很多东西不只是谁帮谁，战争始终改变格局，斩首行动让全世界，包括中国跟俄罗斯也理解斩首行动。那么威吓本土美国本土力量，像朝鲜也有核武，果然美国就不敢轻易动你，因为从过去包括伊朗没有做。我认为这些都是在中国、俄罗斯跟伊朗之间的交互影响。伊朗的持续猛攻，现在是让以色列也怕了吗？因为我们来看到一些行程包括了川普的女婿决定取消去以色列的行程，原因是什么呢？那另外一方面是美军现在说要进攻在伊朗夺它的浓缩铀。但是被形容专家说这个是地狱难关啊，你会有去无回。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一起来做关注。好，现在呢，持续来看到的是，不只是荷姆兹海峡出事，以色列也成为目标而且呢，它的铁穹似乎也挡不住于来自于伊朗的攻击。现在网络上面有非常多的传言说，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已经被伊朗的飞弹攻击处决的消息。当然，这消息一出来之后，是立刻被以色列的官方否认了。但是原因
因会有这么多的传言，也是因为有超过1周的时间，纳坦雅胡其实都没有在公开的场合露面。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来看到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是，川普的特使魏科夫跟这个他的女婿库许纳本来是要到以色列的，但是行程为什么突然间取消了呢？在3月10号这一天本来要去，为什么取消？美国媒体做了一个分析，是说以色列轰炸伊朗的这个储存油引发了川普的不满，所以美以之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战略分歧。第二件事情是，他们也在认为说以色列是否真的已经不安全了。去年12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铁穹破功，这一次伊朗更猛，是不是会把以色列等于是打到怕了？所以纳坦雅胡不敢出来吗？另外比较吊诡的事情是，以色列内部的伤亡数字也都没有办法被公布，这些数字都是被隐瞒的，怎么回事？赖老师怎么看？一般来讲啊，在战时的一个情况啊，一般都是为了怕影响军心民心，所以对于新闻都有所封锁啊，并没有让民众知的权利得到完全的满足。这主要的是怕影响这个军心民心，对于这个执政者造成不利的一个情况。以色列事实上在战争的期间里面，它就会启动战时的新闻管制，所以您看。任何以色列被打到的画面，基本上几乎都流不出来。那也就是以色列禁止所有人把新闻画面，而且要用法律来苛责。也就是说，他们的网络间谍、网络警察都在搜索。你如果从以色列境内拍到的影片，你透过以色列内部的这个新闻媒体放出来的话，他的网络警察一找到就到你家去把你抓起来了。所以你看不到以色列所有的画面，它完全封锁。所以你等一般人都只能远距离被拍到而没有办法在以色列的国土内说，我今天我是以色列的公民，我看到我的家这边或者附近被炸了，我把影片拍下来录下来，我在我的社群媒体上播放，不可能的事，因为这是违法所以目前来讲，所有的人对于以色列它本身到底它的公家机关、军事机关、军事基地还有民间到底伤害到什么程度一无所知。这是第一个，伤亡的人数随以色列的政府怎么说，因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确实的知道情况怎么样，只知道说他的铁穹破功了，只知道说这个伊朗的这个导弹越来越有效果，从海法一直打到这个特拉耶夫，全部都有好几枚命中，都打到。那但是问题就是情况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我想这2位美国的特使并不是因为怕说被打到，所以不敢去以色列，而是分歧越来越严重。从燃油库的问题以外，一直到川普想停，内塔尼亚胡不想停，但是内塔尼亚胡的外交部部长却说我们不会无休止的战争，我们要找适当的时机跟美国谈好，那就代表以色列的内阁也分裂了。所以目前的分歧情况到底要找谁谈，说了算。我觉得这个对于美国来说也是麻烦的事，对以色列来讲也是麻烦的事，至少分歧扩大了。好，以色列内部要不要打仗已经陷入在分歧，但是美国方面现在很明显的，川普是想要停战，那他想要快速结束这一场战争，其实他现在也有2个方法，这2招我们也一起来做个评论哦。第一招，他说要快速的解除伊朗的核威胁，因为现在资料显示，伊朗大概有450公斤60%的浓缩铀，1周内可以造40到50枚的核弹，所以呢，他们想的办法是派美国的特种部队去夺取浓缩铀，直接宣告这个核武的威胁已经快速的解除了，就能结束战争。但是专家说，这个叫做地狱等级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是第一个选项。第二个可以快速结束战争的选项，第二个是攻下哈格岛。这个岛位在波斯湾，距离伊朗的海岸16里，面积只有曼哈顿美国的曼哈顿1/3，但是呢，小小的地方控制了90%的原油出口来自于伊朗那控制这个岛等于切断了伊朗的经济，逼伊朗投降就可以结束战争。但是有一个风险，就是如果伊朗它反击的话，会造成美军很大的伤亡。先讲第一个方法，就是夺取浓缩铀，派这个特种部队，有没有可能？会不会造成更多伤亡？将军怎么看？首先我们如果说是这个美军真的有这种计划来讲的话，只是证明了他去年那一次这个派了这个6架的 B2 轰炸机丢了12枚的专利弹，
那是根本就一事无成，根本就没有炸到，所以他现在才要想办法去这个派特遣部队进去销毁这个450公斤的浓缩铀。但是第一个，你情报怎么来的？它450公斤，其实它可以分成10个地方放啊，甚至于它这是60%，那30%它可以放出一些假讯号、假讯息，可以制造出100个这种假设的目标，让你美军来讲的话，你是不是就要兵分100路这个每个地方同时来实施这个军事行动，才有可能同一个时间获取这个浓缩铀。所以这第一个你就不可能嘛，你美军不可能有这么多个小队分别对这个地方来采取行动。第三个，我们就这个军事行动的来看的话这次美军如果说要进去，一定要快进快出那当然就一定是要用直升机的部队，直升机部队，因为你进去以后，你还要撤退回来，那你用跳伞下去，你跳伞下去以后你回不来了，所以要用直升机。但是关键直升机的飞行距离是有限的，你虽然说透过空中加油，这一次的战争到现在我们看到美军在伊朗这个已经好几架的 MQ-9无人机被击毁了。那直升机是没有隐身性的，你在雷达上面是看得清清楚楚，甚至于你飞进去，这中间过程之中，你还要经过空中加油，还有加油机，这些飞机都不具备隐身性。那你 MQ-9都被击落了那么多架，你直升机要被击落，那可能性不是更高吗？再来，我们讲伊朗，如果说对这个地方一定是加强它的军事上的守备所以说你要到这个地方。你说用突袭的，是敌人在没有防备之下，这个你可以用突袭奇袭的方式。但是如果说伊朗已经有了这种准备，我觉得你要达到这个目标是非常难的。那甚至于有人说是不是可以这个带科学家进去，直接现地就把它浓缩铀给它稀释掉？我觉得这大概只有电影的情节才看得到。实际上面，我觉得这个科学家不太容易跟着部队一起做这个行动，因为你需要器材嘛，你也需要时间嘛，那难度来讲的话可能更高。好，所以川普想要快速结束战争的第一个方法是这个解除伊朗的核武威胁。这个将军已经带我们看到这有它的难度。那第二个方法有没有可能呢？就是攻下哈格岛。那委员又怎么看？哈格岛不是不能攻下，因为在2伊战争它也被伊拉克攻过啊，所以攻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战略目的啊。你说哎呀，让伊朗的油不能卖，你去外面那个阿曼海那边直接封锁那个，刚才我讲的贾斯克岛不是更简单？这港啊港了，对港了，贾斯克港不更简单？轰炸阿巴斯港不是更简单？那简单的不做，你搞那么复杂的，除非你真的要占领赫尔姆兹海峡，他占了赫尔姆兹，占几个岛就下来了吧？哈格岛还有那个克什岛。还有那个赫尔姆兹岛就占领下来，因为伊朗能够控制赫尔姆兹海峡，就靠了这几个岛屿上面去装导弹跟无人机来打你嘛。他也不可能因为旁边再过去是高山嘛，那高山没办法跑那么远，那么主要几个岛屿上很简单，弄几个渔船就能够搞你了嘛，或者那个几条很简单的船就可以把水雷送上去了嘛，就是靠这几个岛屿嘛。那你要占的这个也可以啊那只是说。你占了这个东西，你要配合什么？你要配合大轰炸。大轰炸，我举个例美军当时要攻占琉球群岛的时候，先做什么？先做大轰炸，台北大轰炸，高雄大轰炸，还有呢，这个琉球群岛大轰炸，还有东京大轰炸，还有九州大轰炸。那个时候根本就还没有什么核武器为什么要进行大轰炸？就消除对手的所有可能战斗能量。你去占领才有意义，就你什么都不做我派个海军陆战队空降师去占领，他好像那个什么那个汤姆·克鲁斯电影看太多了，这个他以为他演好莱坞电影的嘛，所以我一直就瞧他不起，就是他根本不是战略大师嘛。以前那个他搞关税，我就说他王安石变法一事无成现在不是王安石，叫土安石少一横，太差了。好，这个那川普现在看起来想要快速的停战，但是各种的方法现在都行不通。那也有一个说法说，为什么川普想要快速的停战，就是因为武器的消耗已经太快了，不管是烧掉的金钱达到了3600亿新台币的武器的费用。飞弹的费用之外，再来就是因为呢，这个稀土现在已经不够了，从中国而来要制造这个美国的精密武器跟飞弹的稀土库存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所以现在话语权又掌握在中国手上吗？杨老师怎么看？
爱国者飞弹要不要用到稀土？要的。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叫做铧，叫做 samarium， 那它是做这个叫做三钴永磁体很重要的稀土的元素。那这个永磁体会用在哪里？用在导引系统啊，然后呢，雷达的探测系统啊，这都会用得到。所以爱国者飞弹一枚为什么要到300万到400万？那是飞弹本身啊，那它有个那个导引雷达的整个这个系统呢，那个可能更贵啊。所以现在如果没有稀土化，你这个飞弹是做不出来的。而且还有一个东西，不是稀土，是这个就是关键的这些金属，那叫镓。那个碳化镓里面做出来的那个模拟半导体其实是在雷神公司用在做爱国者飞弹的雷达系统当中，在里面的放大器啊等等之类，都常用的很普遍的。所以一旦你要去做更多的爱国者飞弹的这个系统跟它飞弹本身的时候，你如果没有这个稀土，你大概就做不到。那同时，现在中国不但是说可能它对美国还没有完全的管制，但有那种管制之前的可能两用物项出口的这种审查过程，它可以慢下来。那它对日本现在是全面管制，而日本是美国的军火公司的重要的供应商，被列为控管的18个日本的军火公司IHI 啊、三菱啊，或者是川崎，基本上都是这些重要的零件的供应商。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达到美国自己本身的制造库存不够，第二个日本也完全不够，所以你要再打下去不太可能。那这个时候呢，它只好是全球去调，但你也能调出多少？我觉得也有限。所以伊朗跟你打这种不对称的消耗战呢，在这个军事层面，美国是越来会居于劣势。